曾经在贵州官场有位尤物女子，靠着权色交易，贪污受贿29年，升迁了14次，开辟了当地官场升迁的神话。最终泥沙俱下，跌下神坛，成为阶下囚。她就是被官场誉为最美女州长的贵州黔南前州长钟阳。钟阳的美貌，贵州官场人尽皆知，弯弯的柳叶眉，勾魂的桃花眼，还有一颗长在白皙颈部的风流痣，最引人注目。可惜，这样一位貌美端庄的女子，将其美貌用到极尽，让其官位升得极高，最终摔得很惨。70年代，钟阳出生于江西一个少数民族家庭，她继承了布依族女子的聪慧、美丽。18岁考入一本大学，大学毕业后，当别的同学还在为找工作发愁时，她就被推荐进入贵阳共青团组织部。参加工作后，她仅仅用了6年时间，就从一个普通科员晋升到组织部部长正科级干部，从此正式开启了她的官场传奇。30岁升任共青团贵阳市委副书记，33岁任职贵阳市委秘书长。期间，为了创造继续高升的条件，他参加中央党校进修，成为在职硕士。之后，他凭借底层工作经验和高学历背景，一路从秘书长做到西丰县委书记，坐稳第一把交椅。按理说，成为一个地方父母官，若要再往上升，也需要再锻炼几年。但钟阳却在短短几年，又升任贵州省黔南州州长。49岁的他，成为金字塔上最顶端的权力拥有者。直到2023年4月，51岁的钟阳因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捕，他的官场生涯才戛然而止。那么年轻貌美又有学识的钟阳，是如何一步步走向深渊的呢？18岁出落得亭亭玉立的钟阳，进入校园后，靠着漂亮的脸蛋，在学校里混得风生水起。之后，委身于某个大人物，获得护庇，毕业后直接推送到贵阳共青团组织部做科员。据悉，钟阳毕业后事业上一直顺风顺水，在岗位上勤恳耕耘，希望早日得到晋升。可惜3次晋升机会均与他擦肩而过，而其他能力不及他的同事却得到提拔。思来想去，他似乎明白了一些不为人知的道理。在3次晋升失利后，钟阳再次拿出上天赐予的最便利筹码美貌来助力，于是他把目标精准瞄向凡是可以上位的男人，与他们把酒言欢，在床围之间建立亲密关系。为了谋求更高官职，他开始贪污受贿，拿人钱财替人办事，没多长时间积累了很多财富。同时，手握多金的他也不断用金钱开路，寻找着他的靠山。在他担任贵阳市共青团副书记时，就与同乡上司刘文新结下深厚友谊。随后15年间，刘文新每次升任，钟阳皆随行。在西丰县任职时，钟阳又结识另一领导李在勇。2018年，李在勇升任贵州省副省长，将其调任黔南州副州长。可以说，钟阳关键升迁，李在勇功不可没。不仅如此，为了巩固势力，他不顾已婚者的身份，私生活糜烂，对男下属频频下手，打造自己的后宫。据传闻，他多次与男下属出双入对，搂搂抱抱，酒店开房，夜夜笙歌。家中、办公室、车上更是安全用品成堆。好景不长，在2位贵人被捕后，钟阳也受到牵连，且由于在多个情人间游走，很难做到雨露均沾，导致后宫们相互争风吃醋，结果被一位男宠举报，被抓入狱。钟阳用他的美色拉拢前朝，又用权力豢养后宫，这是他上位的秘诀，又是他腐败落马的写实。入狱后，钟阳流下悔恨的泪水，哭诉道：父母每年都要准备一道年夜菜，青菜煮白豆腐，意味着工作和生活都要像这道菜一样清清白白，但他没走心，犯下了错误。可惜悔恨已晚，他终将为自己的罪行买单。原本钟阳凭借美貌才华，加之勤恳实干，便可在官场上立足，安稳度日。可他却为了满足权力欲望，最终坠入深渊，万劫不复。
正所谓，成也美色，败也美色，令人戚戚焉。